这一趟海保的还算可以，大家都没少出力。大勇，你拿9600，码头那边要应酬，鱼贩也得常联系，这些面子钱不能抠。下一趟还得靠你把海鲜街几个老板维护住。放心吧，妈，下回搜鱼的价我给你往上再谈1成。还说再高1成。上次他弄回来的那批烂网，要不是徐海生连补了好几遍，鱼早漏得没影了。可不是嘛，林家这条船能见着钱，靠的是徐海生那身真本事。春燕，一家老小的吃喝拉撒都是你管，身上的担子也不轻，这份你收着。海生，这趟你也没闲着，补网看船算出了力，这8块钱你拿去，路上买包烟。妈，先前不是说好了，这趟船怎么也该分我120。哼，120。徐海生，你倒插门进了林家，吃喝住哪样不是我们出的？你还要那么多钱想干什么？怎么，攒私房钱，打算溜回你老家那个穷渔村，再制条破船重新娶个媳妇儿？大勇，我从年头忙到年尾，出海补网守船一样没少干，8块钱说不过去吧？徐海生，别把自己看太重，船姓林，码头位姓林，网和油也都是林家掏的钱，你不过卖点苦力，赏你烟钱已经是给你脸了，别不识抬举。可大勇，这别闹了，海生，跟大勇较什么劲？都是一家人，钱给谁都一样。姐夫，你这么惦记钱，该不会在码头外面藏着相好的吧？就你这身能熏倒人的鱼腥味，哪个女人会看上你？徐海生这人真窝囊到家了，谁叫他是入赘的呢？腰杆哪直得起来？锅里还剩半碗昨天的冷粥，你自己热一热。身上鱼腥味这么重，别往饭桌边靠。小宝一会儿还上学，别把孩子熏着。妈，这包子皮淡的没滋味，丢给阿黄吃正好。看什么看？你这命就配喝冷粥，肉包子不是你惦记的，赶紧吃2口，吃完去西码头晒网场，几张网破的透光了，林家不留吃白饭的人。哟，这软骨头现在还会给脸色看了，不吃更好，家里还省口粮。这片破网墙看着荒，可底下的潮水没死。要是我能有一片完全归自己的网箱，哎，就凭这8块钱，补网的钱在哪儿？买鱼苗的钱又在哪儿？各位村民听好了，为把村里的闲置海面利用起来，东湾废弃网箱从现在起公开承包，期限5年。有想法的村民马上到村委会大院参加竞标。那片烂网圈到给钱我都嫌麻烦。可不是嘛，一起浪鱼就散，谁脑袋被门夹了才会去接那摊子？再通知一次，这是最后一遍。天无绝人之路。大家安静一下，东湾废网腔承包事宜政策细则都清楚，5年承包480元，需一次性缴清。现在大家自愿举手，有意向承包的可以站出来说明。480，就那个破烂口。罗支书，您没算错吧？拿这钱添2张新网，少说还能捞几筐鱼。扔进那烂网腔里，连水花都听不见。说的对，白送我都不要。罗叔，这价开的也太狠了吧！480都能添台新船机了，谁家的钱烫手，非去包那个绝毒网枪？别说480，48都没人犯这个傻。罗支书，东湾那片网箱，我来承包。乡亲们都听见没有？我家这个倒插门居然说要包网箱，他身上的8块钱还是我妈昨天可怜他给的烟钱。你这个丧门星，林家给你饭吃，给你地方睡，你还不安分，跑到这儿丢我们的人，钱从哪儿来啊？是不是想在外面无乱借债，最后让林家替你收拾烂摊子？我告诉你，想都别想！徐海生，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罗支书，我不是发疯，这片网箱我认了，今天就能签字按印。您宽限我2天，只要2天，480的承包费我会1分不少，亲自送到您手上。徐海生，你真是白眼狼，翅膀刚硬就想飞是不是？我把话撂这儿，今天敢签这个字，林家的门就别再进，立刻卷铺盖滚出去！我们林家不要你这种没数的倒插门。行。我们林家不要你这种没数的倒插门。行。好啊，太好了！大家伙都做个见证，是他自个儿要离开林家，不是我们把人撵出去的。分，马上分！罗支书，您得替我们作证，今天就把界限划清楚。徐海生净身出户。
往后他跟林家、跟我闺女春燕再没有半点牵扯，免得他在外面闯祸还赖到我们头上。林凤霞，分家不是小事儿，哪能站在院子里吵几句就算？真要分，就照村里规矩办。明天去祠堂，当着族老把字据写明白，手印按下去，那才作数。海生，你心里得掂量清楚，这个字落下去，可就没有回头路了。支书，我已经想明白了，就按您说的来。徐海生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！这些年你在林家吃的米、穿的衣，我今天不跟你细算，就当林家心软，养了个不知报恩的人。可这房子、这条船，还有码头上的网和冰仓，全是林家的家底，跟你徐海生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你跟春燕结婚，也没生出个姓许的孩子。今天你离开，除了身上这套破衣裳能带走，其他想都别想。徐海生，你当年带来的那件旧雨衣还丢在柴房，那个你拿走，咱们夫妻也就到这儿了。好，乡亲们都在，今天就把家分清楚。徐海生，东湾破网吃5年480的承包费，你自己去村部交，一个子儿也别想从林家拿，签字按印。我签。吃5年480的承包费，你自己去村部交，一个子儿也别想从林家拿，签字按印。我签。海生，你真要这么走？那破浪口网箱哪能养活人呐？是啊，糊涂，真糊涂。他不是有骨气吗？让他去当他的海上大王。我只求一件事。你还要提什么？我进林家那天带来的旧渔具，是我爹留给我的东西。我得带走。这堆破烂快点弄走，别把我家地面都弄脏了。铺盖呢？不是说给他一件吗？哎呦，看我这脑子，差点把它塌忘了。拿着吧，你入赘时带来的破雨衣，还有这卷旧帆布，赶紧带走，省得外人说林家亏了你。2天要凑齐480，我到哪儿去弄这笔钱？你瞧，那不是林家的倒插门吗？小声点，人家已经不是林家人了。今天祠堂里当着全村给赶出来了。为了个破网枪把自己折腾成这样，我看他是真饿昏头了，最多2天就得挨门挨户讨饭。还热着，先吃点儿。阿梅，谢谢你。海生哥，你真打算靠自己收拾这片网箱？他们只看见破网和烂海面，却不懂下面的潮水还养着宝，上头那些烂网浮船把东西压住了而已。阿梅，你信我，底下肯定有货。我信你，海生哥。去年小月半夜烧得厉害，要不是你撑船把我们送到镇医院，孩子早没了。这份恩我一直记着。我能帮的不多，可总不能眼看你饿倒在这儿。哟，这不是爱装逼的徐海生吗？怎么跑这儿喂海房子来了？这个野狗窝睡得还舒服吧？这地方是破，可吹的是自己的风，守的是自己的海，总比在你家给人当狗舒坦。嘿，还学会顶嘴了？行啊，我倒要看看你能硬气几天。等你饿得只能嚼海带，别回头跪到林家门口求我。这是活物在底下换气搅出的泡，底下肯定藏着大家伙。而且这泡子这么密这么宽，绝不止一条。老板，拿1卷最结实的船缆线，再配7只最大的旧铁钩。干什么？兜里没钱就别杵在这儿，别挡着我做买卖。摊脚那筐烂鱼怎么卖？哈哈，都臭成这样了，你还想买回去下锅？看你可怜，6块钱整筐拿走。徐海生怕是真不正常了，臭鱼也往回买，8成饿的啥都不嫌了。你看他那副样子，跟讨饭的没两样。老许这是犯什么病？这么臭的东西还当宝贝摆弄，把自己当鱼竿用，这不是胡来吗？被林家扫地出门刺激傻了吧？别真跳海寻短见，都看仔细了，这就是林家养了多年的废物，脑子已经坏透了。等会儿海里的虫子啃上他的腿，看他还不哭着求我们把他拖上来。就是这个位置，错不了。我早说他傻，你们还不信？瞧瞧，在海水里泡的挺自在啊！有动静，真动了！我出来！老天爷呀，是老石斑，这么大的老石斑，少说26斤，这得在浪口底下藏了多少年？城里老板就爱这种鲜货，见了肯定抢。靠这条老石斑，不但能赚出480的承包费，还能剩一大笔。这种破海湾，怎么会藏着这么值钱的东西？徐海生，你一个外姓人，凭什么把他带走？网箱是村里的，
鱼也该算村集体的。你想一个人吞下去，没门儿！我的，这鱼归我！你们这是干什么？脸都不要了吗？海生哥承包这片网腔，字儿签了，罗支书也点头了，网腔里捞出的东西当然归他。你们现在就是明抢！你算哪根葱？这里轮不到你开口。都停手！林大勇，大白天带人的闹事儿，你想做什么？当着我的面上海贼抢东西吗？海生，我说话作数。网仓你当着全村乡亲的面继续打理，2天之内足额上交承包管理费到村委会。这片网仓与这片石斑养殖水域就交由你经营。今天硬抢是不行了，徐海生，你等着，这仗还没完。徐海生这回算是撞上海水屎运了。哪是什么运气，那是他拿命拼来的。换你下那又香又臭的破网箱里泡半碗，你敢吗？话是这么说，可凭他那怂样，这10包到底能不能卖成钱，还难说。海生哥，县城路远，你还受着伤，这饭团路上垫垫，一路千万当心。你一个女人这样帮我，村里那些闲话不知道要怎么戳你脊梁。这份情我记住了。我先走了。周伯，全给你早去早回，谢谢，太谢谢了。看见没？还用破布盖得密不透风。他真觉得破网箱里捞出来的东西能卖钱？算了吧，就他那窝囊劲儿，咱们等着看他怎么灰头土脸推回来。勇哥，他快走远了，真不动手抢，那东西少说能卖几百。抢，只有傻子才那么干。跟住他，等到了县城，买家一露面我就喊一句，说这石斑是脏浪口捞的，吃了准闹病。到时候我看谁还敢要。妙，这么一搅和，生意肯定泡汤。他最后1文钱拿不到，只能把石斑当臭货扔掉。等他一走，咱们捡回来再卖，这才叫空手套白狼，懂吗？勇哥这脑子真不是一般好使。瞧瞧那点出息，还给鱼洒水呢，天生就是干长工的命。这人身上什么怪味？满是雨邪，虚死人了。经理，这么大的活石斑，嘴有拳头大，尾巴拍得这么猛，我干这么多年真没见过。个头倒是不小，不过这鱼瞧着不怎么样，谁知道从哪个脏海沟捞出来的？肉八经又老又腥，满是海泥味儿，也就拿个头吓唬人，值不了几个钱。这样，看你推这么远也不容易，80块，愿卖就卖，不卖就赶紧走，别浪费我功夫。80块，这不是买，是明抢，离480还差1道费。大家别被骗了，都别被骗，这鱼吃不得，这石斑是我们村破烂口捞出来的，那地方翻过船死过人，晦气的很，搞不好还带毒，谁吃谁遭病。难怪能长这么大，原来是吃那种东西长起来的。这谁还敢吃啊？想想都恶心。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你快把车推走，倒贴我都不要，快滚！徐海生，我早告诉过你，你就是个废物，认命吧。现在把鱼丢进那边臭海沟，我还能可怜你，给你3块钱买馒头，免得你死在县城。谁说破烂口出来的鱼就不能上桌？乱水也能养出好鱼，越是看着败落的浪口网箱，越可能藏着沉海多年的老货。你们看看这条鱼的背多厚，尾多有劲儿，明明是难碰到的极品老石斑，开口就说有毒，是自己不识货，别站在这儿丢人。你算哪位啊？懂什么就在这儿插手，少多管闲事儿！放肆！把眼睛睁大看清楚，这位是从省城来的海鲜大师葛清和葛老爷子。你这种小瘪三，知道什么叫活水鱼吗？哎呦，葛老爷子，原来是省城来的大师啊！小伙子，你这条石斑品相很好，是少见的鲜活商品，80块，那不是出价，是羞辱这条鱼，也是在糟蹋你下的苦功。我给500，你愿不愿意卖？愿意卖500？葛老爷子，你可别跟我这种小本买卖抢货啊！我加到560，560，巨蟹露出650。 720，小伙子，这条石斑我要定了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一个满身海泥的废物还能撞上这种好运？小伙子，别愣着，
钱拿稳了。葛老爷子，谢谢您。您今天买下的不只是这条鱼，是把我徐海生往活路上拉了一把。这是我在省城的住址，你这人实在，也有股不认输的劲儿，我看得上。往后要是再碰到这种老货，或者洋海鱼遇上过不去的难题，就照这个地址来找我。人靠天靠海，都不如靠自己的手艺和脑子。您的话我记牢了，今天这份恩，我徐海生不会忘。得快点回村交钱，只要手续落定，那片网枪就真归我了。徐海生，把钱拿出来，听见没有？把钱交出来，勇哥还能放你一马，不然今天你就躺在这条路上。让路！还敢这么硬气！我今天非打死你这个废物不可！我的手，我的手！哎呦，我这条腿动不了了！哎呦，别过来！我是你小舅子，你敢碰我，我妈不会放过你！别打脸！别打脸！回去告诉你妈，也记在你自己心里。我徐海生的东西，谁都别想伸手抢。从今天开始，别再招惹我。听说他在县城卖了720，吹吧，就他那副窝囊样。可林大勇被人拖回来，打得跟狗一样，这事儿可假不了。罗支书，480承包费在这儿，5年一次缴清。海生，来按手印。村里人嘴碎，我就不进门给他添闲话，钱他多半不会收。可这场雪中送炭的情，我一定得还。疼死我了！谁这么不要命，连我儿子都敢动？这是要翻了林家的天！妈，是徐海生那个废物，他不知道撞了什么邪运，在县城把石斑卖了720，我去叫他把钱交回家，他倒好，反手把我打成这样。720，徐海生哪来的胆子把钱攥在自己手里？那本来就该进我们林家的钱柜子。春燕，你还认不认这个家？徐海生如今敢对你弟弟下手，这口气不能咽。你们俩还没正式离婚，他挣的钱必须分你一半。谁爱去谁去，我才不去，丢不起那个人。死丫头，关键时候半点用没有！哎呦，真要把我气死！720啊，不能让徐海明一个人吞了，我得想个法子把这笔钱从他手里掏出来。480承包费交了，肉和糖花去15块左右。周伯那边也还了情，如今手里只剩230来块压箱底。营口贝能滤浑水，还能养住小虾小鱼，要养出好海鱼，关键怕就在他身上。也许东湾这片死局真能靠他翻活，可这么大片破网烂浮球，光靠我一双手清到天黑又天亮也不够，要掏钱雇人，200多块撑不了几天。海生哥，我看见你放在门口的东西了，太破费了。给孩子舔舔嘴的东西，不用往心里去。你是在为这片破网枪发愁吧？跟你说实话，我底子薄，真雇人来清，手里这200来块，撒进去连个响都听不见。海生哥，被林家压着过日子的不光你一个，东头老周家的码头边被林大勇硬占了一截，他连坑都不敢坑。南边的大憨修鱼时给林家补网，工钱到最后也没拿齐。他们人老实，家里又穷，没活干的时候只能忍。你要信我，我去替你问问，先不要工钱也行。只要你这片网桑江将来真有收成，记得带大家挣口饭钱。对，我怎么没想到，被林家欺负过的村里不止我徐海生一个。海生哥，要是我一个女人去说话不合适，那就当我没提。不，阿梅，这件事我只能托你去办。我徐海生不拿空话哄人，谁肯来，1天7毛，中午管一顿实在饭。工钱心里有底，让他们。海生哥，不行，这钱你自己还得用。你拿着，人看见现钱才敢相信我不是说漂亮话。你告诉他们，怕林家的我不愿，愿意信我的，等网箱真起来了，我一定带他们一起干。行，海生哥，我去问，有消息马上告诉你。海生兄弟，阿梅把话带到了，你是真准备接手这片烂网箱？2位老哥，这是18天的工钱，我先付，1天7毛，中午管饭。等网仓挣了钱，我还带你们接着干。
到那时候分到手的绝不止这点。海生兄弟，就凭你这么痛快，这活我们干了，哼，徐海生这个窝囊货居然还雇起人来了，他哪来的钱？还不是从林家手里抠出去的。妈，这口气你得替我出。哎呦，他昨天就是趁我不备下黑手，我好心叫他把钱拿回来孝敬您，那么粗的断脚就往死里打我。哎呦我的天，整整720啊！那钱明明该进林家的门。这个白眼狼1分钱不交也就算了，还拿着钱到外头摆阔，想拉人跟我对着干，他想得美。哎呦喂，把我活了！陆家嫂子，你这是出什么事了？我上辈子是欠了谁呀？养出个白眼狼！我们林家供他吃供他住快10年，他刚摸到几个钱就翻脸不认人，还把自己的小舅子往死里打！你们还不知道吧？那个破浪口翻过船，死过人，邪气重得很。徐海生能捞到老石斑，是折阳寿换来的。现在他叫人去清网箱，就是把晦气往别人家身上引，谁下水谁倒霉。当家的，你别拿命赌啊！快跟我回去！为了这点钱，你连家里人死活都不顾了吗？周哥，大汉哥，过来闻闻，这海藻是不是比臭沟里的烂草干净多了？这片海没废，它只是被烂网和漂垃圾闷住了。我徐海生不信邪，只认这双手，也认海里的门道。你们看，水里还有活东西，还是能滤浑水、养小虾、小鱼的好东西。有他们在，网箱就有救，也能变成能挣长钱的宝地。图什么？真有事我先顶着，我信海生这一回。对，林家就是欺负咱们穷，想一辈子踩着咱们。今天我偏不信这个邪。照这么捞到过年都捞不完。来，都过来帮一把。乖，海生兄弟，你这脑袋真会转弯。徐海生，没看出来啊，你现在还真会折腾了。海生，我今天不是来跟你吵的，妈昨天说话冲了点，她心里也后悔。你把剩下的钱拿回去，这事儿就当过去了。一家人何必闹到这一步？哎，你发什么疯？你回不回林家我管不着，但有件事你得认，咱们还没办离婚，祠堂那张分家纸到了法律上不算数，你在外面挣到的钱，照理就该有我一半。还有别的话吗？没了。回去把那张分家文书看清楚，上面写的明明白白，我自愿脱离林家，净身出户。往后婚丧嫁娶、贫富贵贵都跟林家没有关系。你妈按了手印，你弟签了字，罗支书当场作证。你忘得这么快？海生，你别太得意，有了点本事就看不上我了是不是？好，你就在这边破网箱里烂着吧，你等着，有你后悔的时候。海生兄弟，话是说痛快了，可林家那头怕是不会消停。干活，跟他们费口舌，不如多拖几片破网出来。怎么样？他松口没有？别说了，徐海生拿那份分家文书压我，我一句话都接不上。他还敢拿那张破纸压我！当初我就是怕他分林家的东西，才把话写得那么死。没想到现在倒让他抓住了把柄，真是没用。妈，急什么？我怎么不急？那可是720。720算什么？他不是拿白纸黑字堵人嘴吗？那咱就从手续上收拾他。前天我托人给镇渔政站的郑组长送了2箱海蟹，昨天那边传话说东西收下了。渔政站，徐海生打算在网箱里开展海鱼养殖，想法可行，但完整养殖备案、合规审批手续，他是否全部齐全？一旦郑站长上门核查，合规通知便会暂缓他的养殖作业。届时一同务工的人知晓手续不全，自然不会再贸然参与。好儿子，这回你这招准，可千万别再出岔子。出不了岔子。郑站长上个月还跟我喝过酒，那人吃软不吃硬，2箱海蟹先垫着，回头再请他吃顿饭。这点小事不就是他一句话吗？让徐海生先在破网箱里蹦跶2天，等渔政站的人一到，他那张承包合同就成废纸。我倒想看看
他还怎么翻身？周哥，大汉生哥，快来看这边！我的天哪，底下有鱼在动，这底水没死。不光有鱼，这些小东西比鱼苗更直大。这贝壳瞧着跟平常吃的不太一样。它叫银口贝，能滤浑水，也能养住小虾。网箱里挂足了它，脏水会慢慢变清。你从哪学来的这些？等下了鱼苗，长势肯定比别人家的壮。省城那位葛老爷子告诉我的，他一辈子都跟海货打交道，这种事儿不会糊弄人。成，你懂门道，我们照你说的干。对，听海生哥安排。生哥安排。银口贝只要能挂住，这片水就有了根。接下来用贝壳荤消毒，再弄一批便宜海鱼苗，把后湾潮沟的活水引进来，东湾这片网仓就真能起死回生。海生，镇上好像来人了，看着不像好事儿。看来是冲咱们来的。徐海生是哪一个？我就是。我是镇渔政站的，姓郑。有人举报你在这里搞海水养殖，你的养殖备案办了吗？听见没？备案呢，拿出来呀！郑站长，这片网箱我是跟村委会正式承包的，合同上有罗支书的章。承包权归承包权，真要经营养殖，手续另算。你在集体海域搞海水养殖，按规定要到镇渔政站登记备案，这个手续你办了吗？郑站长，您看见了吧？我早说他什么都不懂就乱来，万一养出病鱼，把全村海面都弄脏了，这责任谁背？责任谁背？郑站长，是我考虑不周，您再宽限我几天，我一定把问题解决好。郑站长，这手续我确实没弄明白，是我疏忽了。可网箱现在还只是清理阶段，鱼苗一龟都没下，还算不上正式养殖。能不能给我几天时间，我去镇上补备案？不行，郑站长，不能这么纵着他。今天不停工，明天他就敢往海里倒脏油，这种没正经营的，住口！林大勇，我现在问当事人，你不要插话。徐海生同志，带着这份合同去镇渔政站填一张表，交3块钱工作费，正常10天内备案能下来。备案没下来以前，不准下苗，不准捕捞，但清网整箱可以继续。听懂了吗？听懂了，多谢郑站长。郑站长，这不合适吧？他连备案都没有，怎么还能继续？林大勇，渔政站管的是养殖秩序，不是给你处理私人恩怨的。你把我叫来，该查的我查了，该说的我也说了。后面他办不办备案，我按规矩盯。你再胡搅蛮缠，信不信我顺手把你家的渔船和码头冰塘也查一遍？接着干。海生，这备案真能顺利办下来？一张表3块工作费，10天能下来。郑站长刚才说的明白，明天我去办。趁鱼苗还没下，咱们先把银口贝挪到干净海水里。我刚才心都提到嗓子眼了，还以为这事要砸，砸不了。海生兄弟，有个情况，你讲，我后湾槽沟吸铁沟，发现从外海灌进来的那条小槽沟水量比前2天少了。少了多少？少了1半差不多。前天洗鱼肠子，水还到膝盖，昨天只没到脚脖根。我也觉得不对，网仓溪头刚清出来那片水，今天比昨天浅了约莫1指。果然是这样，看出啥了？潮水让人截住了，水路被引到东南边去了。东南边？那不是林家的晒网厂吗？肯定又是林大勇那个孙子干的！我这就去把石头搬开。先别急，活水断了，银口贝撑不了太久。周哥、大汉哥，拿锹过来，快挖！往哪挖？网箱北面靠胶角那段往下挖。葛老爷子纸条上写过，这种破浪口底下3尺以内可能藏着暗潮眼，只要把暗潮眼挖通，不靠后湾那条潮沟，这片网箱也能活。这法子能成吗？靠不靠谱？敲下去才知道。后湾水已经止不上了。不是，咱们只能眼睁睁看着银口贝死。水色变了，哈哈，真出活水了！周哥，把出水口两边用石头垒住，再开条小沟，把水引进清出来的网仓里。得嘞。办哪项业务？办海水养殖备案。你从哪个村来的？浪口村。东湾那片废网腔吧？前几天郑站长提过。行，先把表填了，公共各费3块，表填完交给我，10天内备案下来，有问题会通知你。第一批不能冒险，就选稳妥些的鲈鱼和黑椒。行了，回去等通知吧。同志，我还想问问，镇上哪里能买海鱼苗？镇东头桥洞下有个贺老六，常年倒腾鱼苗，外号赖皮，跟他打交道，你自己多留个心眼。买苗啊？对，你就是贺老六。嘿，叫六哥就行。浪口村的吧？听说过你，
敢接那个破网箱，胆子不小。来来来，我这鱼苗全镇最便宜，质量也硬。你看池子里多欢实，鲈鱼苗1毛2，黑胸苗1毛，比镇西头老河那儿便宜2成多。想要多少？水味不臭，鱼苗游的也有劲。先给我配800头鲈鱼，再来800头黑漂。好嘞，爽快！96加80，本来176，算你头回来，也算大主顾。我给你抹狠点，85块。85块，便宜的太厉害，便宜的太厉害了。可我手里的钱本来就紧，能省1分是1分。那就这么定。齐活1600尾，不少你一条。兄弟，头回合作，我再送你1袋苗，不收钱。送的这袋是什么？杂交海蓟，长得快又耐活。放心，我做买卖讲义气，回头客才是真财路。你那网箱要是养顺了，往后年年找我拿苗，咱们长久合作。不花钱的苗，反倒让人心里打鼓。可看着体表干净，气条也完整，暂时挑不出毛病。行，谢了，我先走。慢走啊，需要苗再来找六哥。等会儿有个姓许的来买苗，把这袋东西混进去的。送到手边的钱不赚才傻。姓许的，有人花钱给你添味气，你可别怨我。来了，苗到了，先别伸手，也别急着倒进网仓，先用贝壳灰水把头苗那块消一遍，等半个时辰，灰沉下去再下苗。一下子倒下去，水温水性都对不上，苗受精就容易翻。水得慢慢添。贺老六又送的那袋苗，单独放东边浅水区。海生兄弟，咱们这摊子算是真开张了。开张了。海生哥，面还热着，先吃。海生哥，小月今天放学回家，一进门就拽着我问：“妈，许叔叔那片网箱啥时候能吃上鱼？”我跟他说快了，没骗他吧？没骗他，顺的话2个月多一点，第一批就能起。你也早点睡。这水声一响，我心里就踏实。不对，网仓里静得过头了，平常鱼苗拱水的细响，今晚一点都听不见。腮都烂透了，这是烂腮病，问题在贺老六送的那袋苗上。海生兄弟，怎么会成这样？周哥，快捞！死苗一条不能留在水里，剩下活着的还能救回来吗？天亮就得求葛老爷子指路，现在先把病鱼清干净，否则到明早死的就不是这几百条了。有人这是往死里阴我。海生兄弟，这也太吓人了。周哥，按稳，我剖开看看。看这里，腮丝黑烂，肚里还有积水，这并不是进网箱才染上的，是进来之前就带在苗里。你的意思是，苗买来时就不干净？问题就出在那袋白送的苗上。我花钱买的1600尾，死的还不算多，现在还能剩800多。贺老六送的那批全翻了，还连累了边上的鱼苗。养鱼大户如今遇上难处了，网仓里鱼苗损耗这么严重，前期投入的成本短短几天折损大半，这番心血算是白白耗在海里了。我早提醒过你，那个破网箱不吉利。徐海生，你偏不听，亏吃到嘴里才知道烫吧？哎呦，还真飘了一大片。我就说破浪口邪性，海草都养不住，他还敢往里下鱼。海生这人太犟了，非要逞这个能，这下怕是赔光了。海生，你要去哪儿？找贺老六算账。哟，兄弟又来了，怎么苗不够用，还想添一批？你上次白送我的苗全死干净了，腮丝发黑，腹腔积水，这是出盆前就带着烂腮病。嗨，兄弟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鱼苗这东西本来就娇气，路上水温一变，也可能出毛病。我买的1600尾，进的是同一个网枪，死了不到一半。你送的那袋3天全翻白，别绕弯子。这批苗到底从哪儿来的？兄弟，你这是来砸场子的吧？我好心搭你一袋赠品，鱼死了你倒赖我头上。走，别耽误我做买卖。你网箱水不行，难道也怪我？你不说可以，我备案刚办下来。郑站长也认得我，我现在就去渔政站举报你卖病苗，等他们翻你的进货单和池底老账，查出来就不只是赔钱了。行，今天算我晦气。赠品苗本来没收你钱，我拿什么退？这样，我补你80尾好苗，这事翻篇，行吧？不行，我不要你赔，也不要你补，我只问一句，那袋苗是谁塞给你的？兄弟，别逼我，我就是个卖苗的，两边我都惹不起。我只能劝你一句，以后别来我这儿拿苗了，这钱你收着，
当我认了栽，别的真别再问。东西要往哪里寄？省城。大姐，最快几天能送到省城？平信啊，怎么也得3、5天。但愿这封信能赶在幼苗撑不住前送到。你看看你干的好事儿，徐海生！徐海生，你要折腾是你的事儿，别把我家男人拖下水！你这破网枪就是害人！苗死不是网箱害的，是有人故意给我使坏。我不管谁使坏，我只看见鱼死了。大汉的工钱我一定付到底，这是我在追加的。不管鱼活不活，你们跟着我干了这些天，少1分都不行，少1分都不行。海生兄弟，别这样，你手头正紧。靠近营口贝生长的鱼苗存活率更高，其中缘由我还未摸索透彻，眼下但无其他稳妥办法，只能顺着这个方向细心试验。水产能否顺利求存，全看此番成事。海肴连根带叶捣碎，大蒜也捣烂，3份海肴配1份蒜，半斤饵料连喂7天，烂鳃初期能顶住。太好了，这下鱼有救了。葛老爷子说，营口贝滤水时出的粘液有天然抑菌作用，一格网箱挂3束贝藻，效果最好。海生兄弟，这么说你当初放营口贝真是放准了。信上还写了，按潮眼出来的水粮最适合长石斑，石斑吃活虾小鱼，不费饵料，成鱼1斤能卖到15块以上，比鲈鱼、黑鲷强太多。1斤多少？15块？15块？他还让咱们细查网箱底下的山缝和海藻根，暗潮眼附近容易藏野生石斑苗，一旦发现必须单独护起来。海生兄弟，你这是去哪儿？挖海壕救鱼。动嘴了，鱼开始吃了。浮在水面上的剩料得数清楚，明天投多少，不能凭感觉。徐叔，阿美，昨晚看你天黑了还在坡上忙，我猜你海套不够。小月放学也闲不住，我就带她一起来跑跑。徐叔，我妈说你肯定能好起来。海生一条都没再翻，全稳下来了。800多尾苗，轱辘还能留下700出头，够咱们翻身了。葛老爷子信里那句话也真让我找着了。老天爷，这就是信上说的15块1斤的宝贝石钵，就是它。什么鱼能卖15块1斤？阿梅，这是石斑，它靠活虾小鱼长肉，不用费太多饵料，1斤的价钱能抵鲈鱼、黑鲷一大截。那你先吃饭，吃饱了才有力气伺候这些宝贝。东湾这片网生，这回是真有出路了。阿梅，饭钱你拿着。你现在每分钱都要往网箱里投，别跟我见外。等鱼真卖出去了，再说这些。刚捞的海蟹，带回去给小月添个菜。乖，比邻家同一批养的鱼足足大了1圈。瞧这鱼身绷得多紧，水要是不好，养不出这成色。哇，这水咋这么清亮了？你看水底那些鱼影，个头真不小。徐海生这小子，还真有点真本事。凭什么？他守着这么个破网箱，凭什么还能养出这种好鱼？再过1个月，徐海生那批鱼就要起了。收鱼车要进村，必须从咱家码头口那条路过。到时候我往路中间一坐，看他的鱼怎么出去。村里的码头路又不是他家的，我一个老太婆坐门口歇会儿，谁能挑我的理？罗支书，您帮我看看这鱼成色。嚯，这条大鲈鱼少说2斤，你这2个多月守在窝棚里没白熬啊！73天。我每隔2、3天就下水捞几条成重，看鳃摸肉，现在心里有数了，可以出箱。成色不错，说吧，专门提来给我看，是想办什么事儿？想请您趁村里开会，帮我往镇上递句话。浪口村东湾网箱第1批出鱼，量不算大，但品质肯定拿得出手。行，这话我帮你带。谁是徐海生？我就是。我姓孟，在县城跑活鱼运输。听说你东湾出了好鱼，我特意过来看看，先捞一条给我验验。鲈鱼1斤1块6，你有多少我收多少。1块6，外头鲈鱼也就1块3，这1斤多出3毛呢。孟老板，
您为什么愿意高出市价收购？鱼鳃鲜红，肉甚紧实，还没有土腥味儿。我干这行10几年，好水养出来的鱼一上手就知道。我拉到县城海鲜楼，1斤能卖2块4，中间我赚8毛，你多赚3毛，买卖才做得长久。不过有一条，今天装车，今天就走，活鱼不能拖，过了今晚价就变了。成交。左边再收，别让鱼贴着地方钻出去。我的娘，这鱼劲儿真足。鲈鱼480斤，1块6是768；黑鲷230斤，1斤1块3是299，合起来1067。今天先按920块结给你。孟老板，下一批大概45天后能起，量会比这次多，到时候您还收吗？哈哈，只要你这水准稳住，出多少我收多少。下回我多带几个筐。海生，920啊！我出海累死累活1年，扣掉油钱网钱，也没这么痛快的见过现钱。周哥，这只是第一步，走，货先装稳，咱们把这车活钱平平安安送出村。兄弟，前面这是怎么回事？徐海生，你的鱼从林家码头口过，就得交过路钱，1筐15，9筐135，少1分都不行。钱不够，车轮子就别想往前滚。兄弟，这事儿你能摆平吧？我车上全是活鱼，耽误不起。林凤霞，这是村里的公共码头路，现在把椅子搬开。罗支书，我一个老太婆坐自家门口喘口气，碍着谁了？这条路贴着我家院墙走，我还不能坐了。我再说最后一次，搬开！你今天不搬，明天村委会就丈量你家码头舱棚边界，你家冰舱往外多占了1米，这事儿我压了3年，你非要把旧账翻出来，那就当着全村一笔一笔重新算。林大勇，你敢伸手拦一下试试？好，罗支书，你给我等着！你帮着外人压自己村里人，这笔账我记下了。这是这几个月额外给你们的奖金。下一批鱼出箱，工钱提到1天1块3。海森，你网箱那边还要不要添人？我也能下水，我有的是力气。等下一批鱼起了再看，到时候活一多，肯定还要人手。920块。刚被赶出林家那天，我身上只有8块钱。走到今天不容易啊。鲈鱼1斤1块6，差不多到头了。真正值钱的是这9条石斑，1斤15块往上。养到年底，一批就能换大几百。等它们长成产卵，明年繁起来，东湾才真有源源不断的钱。行，上次贺老六那批病苗没弄死他，这回直接倒脏油。明早一看，他网箱里的鱼一条都别想喘气儿。这油水劲儿不小吧？要是飘到下游别人家的网腔，少操闲心。走，回去睡，明早等着看徐海生哭。这股水半小时就能冲进网箱，我必须在他到之前拦下。周哥，快醒醒！啊，出啥事了？林大勇往后湾潮沟倒了1整桶脏油水，水路正朝咱们网箱走，还闻不到油味儿，脏水还没到这一段，还来得及。挖泥，先把这里拦起来。水被拦住了，海生兄弟，林大勇这是奔着断你活路来的。周哥，你先缓口气，天亮前，咱们还得在网箱东侧开一条排污沟。排污沟，土坝能挡住大部分，可东侧那段地势低，水位一涨，污水会从那边渗过去。咱们得先把它引到荒滩，绝不能让它进网仓。行，你指哪儿我就挖哪儿。我也来搭把手。大汉哥，怎么了？天一亮，你去网箱西头，把那块低洼地再添高1层，能堆多高就堆多高。得嘞，水还是凉的，是暗潮眼的水保住了底子。可东侧还是死了60、70条，石斑1条不少，引口贝也稳着，根儿还在，咱们就没输。好，只要根还在就好。昨晚那1桶脏油顺水下去，东湾今天该飘一片白肚了。徐海生，我倒要看看你今天怎么守着死鱼窟。这怎么会没事？你跑哪儿疯去了？摔得一身土。妈，白忙了。什么白忙了？1整桶脏油水都进了潮沟，他网仓里的鱼居然还游得好好的。你还能办成什么事儿？1桶油水下去，怎么可能一点用没有？我哪知道那破网箱跟中了邪似的。徐海生这个老东西，老天爷真是瞎了眼，还偏偏护着他，又怎么了？妈，明着整不死他，那就从暗处再捅一刀。海生兄弟，这些东西就该交上去，找罗支书也行，直接报案也行。现在交上去，能查到谁？让公家人来查呀！我可是半夜亲眼瞧见的。只有你一个人看见。林大勇要是咬死不认，说咱们栽赃，我拿什么让他闭嘴？
样本先留着。他以为这招有用，一次没得手，肯定还会找机会。等他再伸手，我手里就不止一份证据，一次还能说巧，2次就没人替他圆了。海生兄弟，你这脑子真够沉。先去西边收那几只鱼龙，石斑今天还等着喂食。许兄弟，我又来了，这次筐多带了4个。你这水色比我上回来还漂亮。周哥、大韩哥，别站着了，下水把网抬起来。1、2，拉！鲈鱼800斤，黑椒480斤，总共1280斤，按1块6算，2048块整。还有件事跟你说，县城聚仙楼何老板上回从我这儿拿了20斤你养的鲈鱼，鱼一端上桌，客人就追着问货从哪儿来，说比省城送来的还鲜。何老板托我问一句，你网圈里还有没有更特别的货？要是有，我可以替你把线牵上。啊，许兄弟，我看清了，那是石斑，花纹对，背厚嘴大，一扎多长，县城里15块1斤都抢着要。海鲜楼为了活石斑能争破头。孟哥，进屋谈。孟哥，石斑的事儿只能烂在咱俩肚子里，外面那2个伙计，你压得住吗？放心，那俩是我亲外甥，我从小看着长大的。回去我就把话说明，谁敢漏一个字儿，我先打断他的腿。不过兄弟，这批石斑你准备出手吗？我有现成渠道，聚仙楼何老板专做高档海鲜，清蒸石斑是他的招牌菜，1年4季都收。你肯出，他肯定第一个要。现在不出，鱼还差点个头，我再养1个月，到时候你帮我找靠谱买家，价不能低于15块1斤。15块，成，你等我消息。何老板吃得下这个价，但你得保证全是活鱼，一条都不能翻。翻不了。走了，上车。快上车！原来是这根竹篾断了，难怪那条石斑能窜出去。海生兄弟，从今天起，围区这片早中晚各查一遍，哪根竹墨松了马上换新的。得嘞。海生兄弟，孟老板刚才那样子是不是瞧见石斑了？瞧见了。那可怎么办？我已经叮嘱过他。不过为了防一手，这几天你和大韩哥夜里轮流守网枪，有一点响动，立刻来叫我。我记住了。9条石斑，再压1个月，最大的能长到2斤2两，总重少说18、19斤，1斤15，200-300块能到手。钱还不是最要紧，这是第一窝种鱼，等它们长到3斤，开春产卵，明年东湾就不是9条石斑了。没劲，又点炮。小满，你跟孟哥跑车手里不缺钱吧？上了牌桌怎么还这么舍不得？我是不缺那点儿，前2天刚从浪口村拉回1000多斤鱼，2000多块的货呢。浪口村来的，你说的是哪块网枪？就破浪口那片，徐海生承包的，你们听过没有？他不就是林大勇那个前姐夫吗？你们是不知道，现在那网箱厉害了，水清鱼肥，我们孟哥去一次夸一次。可最值钱的还不是这些，他网箱里藏着石斑。真的假的？我亲眼看见的，跟我巴掌差不多长，从水里蹦出来，花纹看得明明白白。孟哥当时脸色都变了，说那东西15块1斤也有人抢。勇哥，听得见吗？我是赖三儿。有话快说，我正睡呢。勇哥，我在麻将馆听到个大消息，徐海生网仓里有石斑。你再说一遍。石斑，1斤15块的石斑，孟老板的伙计亲口说的，他亲眼瞧见了。半夜3更的，你抽什么风？妈，快醒醒！徐海生网箱里藏着石斑，1斤15块，他一直瞒着外人。1斤多少？15块。石斑长到3斤，一条就是40-50，他那儿要有10条8条，那就是几百块。这个没良心的，您家养了他那么多年，倒好，有这种宝贝，还一个人闷声发财。妈，光骂不顶用，得动手想招。不能让他起来，绝不能让他踩到咱们头上。那东西还会产卵，等开春一繁，几十条变几百条，几百条再变几千条。到时候徐海生不是靠网箱吃饭，他是抱着一座金山睡觉。偷，趁夜里把鱼偷出来，咱自己卖，15块1斤，9条就能换几百块。妈，
我上回去他网箱边探过，那狗东西四周都做了机关，有绊脚绳，还有碎瓶子，黑灯瞎火踩上去，响的半个弯都听见。那就找别人去。本村人不能用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第2天就能传遍，得找镇上的生脸，干完就走，线查不到咱们头上。你那个牌友赖三儿，不就是镇上混的吗？他只会传话，真叫他下水摸鱼，他腿先软。不过他认识人，镇北头有2个老混子，以前夜里摸过鱼，手脚快，给足钱什么都敢干。要多少？80块就能打发。去，明天就把人联系上。等等，还要交代啥？你别露面，让赖三儿带那2个人去，你在家里待着，真出事儿也扯不到你身上。还是妈想的周全。海生哥，有件事我得告诉你。你慢慢说。我今天去供销社买盐，路过后柜那排货架，听到2个人躲在后头小声说话。说什么？他们提到你网箱里有值钱鱼，其中一个我认得，是镇上修船的，跟林大勇打牌，人家都叫他赖三儿。还听到别的吗？我刚往那边靠，他们就闭嘴了。石斑的消息已经传出去了，多半是孟老板身边有人漏了嘴，今晚开始就得防。既然有人爱走阴招，那我就看看半夜谁敢往网仓边伸手。海生，你半夜在水里折腾啥？给偷鱼的人摆个空门，让他们来了也摸不着真货。真有人要来偷鱼？消息漏出去了，周哥，帮我一件事儿。你吩咐。锅棚里有赤空的罐头瓶，你帮我都找出来，再装上碎石子。海生兄弟，这一串瓶子干啥用？防贼用的响铃啊！夜里谁碰到铁丝，瓶子一响，咱们就知道有人来了。谁要来？谁盯上咱们了？还不知道是谁，先干活，晚上再等。妈的，筐倒是挺大，里面连鱼鳞都没有。什么情况？这里头空的。不该啊，那伙计说的明明白白，竹帘围住的就是石斑区。你再往里摸摸，摸个屁！这一圈全是空的，连鱼影子都没见着。再往深处走，里面肯定还有。谁家的狗叫这么凶？别磨蹭，动作快点！离这儿最近的是东侧那户人家，狗叫会惊动人，但不会马上出来，还有5分钟，最多5分钟。不对啊，光就这么点地方，怎么会一条都没有？接着找，鱼肯定藏在附近。谁在那儿？还想跑？站住！先把话说清楚。你们半夜下水干什么？你谁啊？我们就是过来甩2竿的。凌晨2点到网仓里钓鱼。跑，快跑！站住！镇上来的，大半夜摸到我们村网窗里偷鱼，想不想去派出所把话说清楚？海生，他们到底来干什么？来偷我网箱里的石斑。你早料到他们会来，消息一漏，我就知道他们会忍不住。说是谁让你们来的？是林大勇，他给了我们80块，说这片网箱里有钱石斑，让我们夜里来摸走。都先回去，天亮后村委会开会处理。你这之前说还有证据，东西在哪？我藏在那边。看来你说的都是真的。上次劫巢沟倒脏油，我记了时间地点。2个月前那批病苗，我也留了物证。这些你先收好，我去镇上跟派出所打招呼。这事儿不能轻轻放过，那2个混混不用你管，派出所会来带人。好，我明白。海生兄弟，你早就在等他们。消息漏出去那天，我就在想他们会怎么动手。海生兄弟，我是真服你。手别乱伸，再动一下就按妨碍公务处理。警官，我就是带个路，真的只是误会啊。头找到了，给他，我真不想被抓进去。徐海生，这1600你拿着，也不怕烫烂手。手烫不烫不知道，但下半年鱼苗和饵料的钱，有你这一份了。老林家最近半个月都没怎么出来露面吧？哪还有脸出来？林大勇吃了牢饭，听说倒脏油没成，还指使人偷鱼，被拘了18天，又罚了一大笔。活该，算盘打得响，最后砸自己脚上了。许兄弟，这位就是县城聚仙楼的何老板，今天专门来看货。背纹漂亮，劲头也足，这种品相省城都不常见。许老板，15块1斤，我全要。何老板，15块是上个月试水时的价，怎么觉得低了？按今天这个品相，18块1斤。
而且今天只出4条，剩下5条留种，往后能买多少，要看我网箱里能长出多少。哈哈，我做海鲜生意这么多年，都是我压别人价，头一回被养鱼的反过来拿捏。有胆气，18块4条成交，以后只要你有货，聚仙楼照单收。12斤8两，230块4毛，零头抹了，您给230就行。4条鱼就230块，我出海1年，也没这么痛快见过这么多现钱。海生兄弟，这数也太吓人了吧！东湾这点水太浅，养不出真正的大货。下一步，咱们把大浪湾拿下来，做一片大的。60亩水面，那得花多少钱？我手里攒了一些，包下来够了。兄弟，你真要把摊子铺到大浪湾，咱这破网箱，撑死也就养几千斤鱼。大浪湾要是真活，1年出3、5万斤鱼，不算夸口。我没听错吧？六哥，出岔子了！聚仙楼何老板把上个月那30斤石斑退回来了。他退货总得给个说法吧？他说咱们的鱼带腥泥味儿，还说已经找到更好的货源，往后不从咱这边拿了。更好的货源？县城这摊海鲜生意，还有人敢绕过我梁海龙？查出来是谁了吗？查到了，浪口村有个徐海生包了片破网箱养鱼，他那边出的货品质确实压过咱们。何老板上个月亲自去看，现场就定了18块1斤，全包。18块？我从养殖户手里12块收，15块卖给饭店，中间3块钱撑着仓库、船车和下面一帮人。一个破网箱蹦出来的石斑，凭什么卖到18？还让何老板亲自登门。一个渔村泥腿子哪来的手艺养出这种货？龙哥，线是孟老板签的，就是镇上跑活鱼运输那个。老孟，他1年从我这吃多少货，转头给别人搭桥，吃里扒外。你去跟镇上渔具铺秦老板，还有渔政官边的黄老道打声招呼。徐海生要扩建，肯定得买网、浮球、贝壳灰、饵料，谁敢给他供货？货就是跟海龙海鲜行抢饭吃。跟我合作就别碰他。还有，给老孟也递句话，他再替姓许的牵线，往后别想从我这儿拿半条鱼。龙哥，这手是不是下得太重了？重什么？我在县城做了8年海鲜，从一辆破3轮干到3条机船，容易吗？一个泥腿子养几条鱼就想撬我的客户，今天不按死他，明天后天就全冒出来了。去办！大浪湾真要开起来，先得把网箱和水面清出来。秦老板，给我500斤贝壳青，再拿10挂大号抗浪网。你哪位？浪口村徐海生。哎，不巧，仓库里空了。上礼拜我来问，你还说新货刚到，这几天卖光了。你去别家问问。老鲍，还有贝壳灰吗？没了，前2天刚清空。那渔网呢？渔网啊，你等我翻翻账。兄弟，真对不住，这批网已经让人订走了。猴哥，你这儿还有贝壳灰吗？进屋说。你最近是不是招惹了什么硬茬？前天有人过来递话，是县城海龙海鲜行的梁海龙，你听过这个人没有？梁海龙，县城海鲜大王，大半海货买卖都要过他的手。他把话撂下了，谁敢跟你合作，往后就别跟他做生意。我这小杂货铺1年还指着他那边进货，我是真想卖给你，可这饭碗，猴哥，我懂，你别为难自己。镇上的渔具铺都被人打过招呼了，网买不到，贝壳灰也买不到，那大浪湾拿什么围，拿什么清？这不是把咱们脖子掐住了吗？海生兄弟，要不先停一停，等梁海龙那股火过去再动。停到什么时候？人不给路，咱们就自己开路；他不卖材料，咱们就自己做。周哥，村后山那片毛竹林归谁管？没人管，野竹林，谁家用竹子就自己上山砍。明天上山砍竹子，买不到抗浪网，就劈竹排拍桩，毛竹泡进水里，一样能围住海面。以前没尼龙网的时候，老辈渔民就是这么干的。对呀，竹排桩，我爹年轻时候就会编。贝壳灰也能自己烧，山上有老贝壳堆，烧足3天就能出灰，再用草木灰拌苦苓树皮泡水，清香消毒也够用了。葛老爷子信里说过能杀虫，敢不敢干？敢！海生兄弟，我们听你的。徐海生弄这么多竹子是要干啥？听说想围大浪湾，那片烂泥湾他也敢下手。1600赔偿款刚到兜里，就烧得他坐不住了。等着看吧，3个月不到，连本带利赔光。海生兄弟，这回跟铺子里卖的比，能不能用？
杂质是多了点儿，清香消毒够了。梁海龙以为卡住渔具铺，咱们就没路走。老祖宗留下的土办法，还不至于被他一只手捂死。海生，跟我去一趟村委会。大浪湾承包的事儿，镇上昨天重新下了文件。这片烂泥湾荒了10年都没人碰，怎么现在突然要公开竞标？县城有老板盯上了，直接找到了镇领导。既然上头发话，流程就必须按规矩走。是哪位老板？你先稳住，这个人不好缠，底价3200，我手里有5000，5000块是我全部家底儿。明天这一排必须上桌。小网仓里扑腾2下就行了，大湾的水深，你一个乡下人踩不住。你就是梁海龙？哟，还知道我？全县渔具铺突然都没货，能有这手笔的人不会太多。浪口村东侧大浪湾60亩海域承包权公开竞标，底价3200，每次加价不得低于200元。有意向者请举牌。4200， 6800，6800，现场还有没有继续加价？5000块，我身上只有5000，跟我比钱，兄弟，你那点家底儿还不够一条机船跑几趟油。6800一次。就算借到7000把价顶上去，后面清完雇人下苗的钱也全断了。 6800成交。徐老弟，回去守好你那片破网箱，大湾我来做，小水面留给你解闷儿，够照顾你吧？梁老板钱多，徐某见识。泥腿子也想上桌抢肉？急什么？大浪湾到我手里，他就没戏唱了。好，我交。海生兄弟，这水在走，你看海草根一直摆，底下真有泉眼。好海啊，这水比东湾那边还清。海生兄弟，到这儿水都到胸口了，比东湾深太多。水凉，但不是死凉，是泉水在动。海生兄弟，你上岸干啥？拿家伙。拿啥家伙？竹竿、麻绳、铁丝。这会儿拿那些干啥？打桩分区，今晚就动手。周哥，从东边起桩，3米1根，先插成一排。大汉哥，你跟我从北边下桩，麻绳一定绑紧。得嘞。海生兄弟，桩子扎这么密是防啥？分区拦鱼，东边留作育苗，中间养鲈鱼、黑鲷，西边先空出来。空出来做什么？等石斑苗长到半斤就挪到这里。东湾水浅，养不出大个头，这边水深又有泉，适合石斑往大了长。那东湾还留着？留着，继续养鲈鱼、黑鲷，两边一起跑。走，先回去睡，明天活更多。龙哥，麻烦大了，湾底烂泥到腰，进村路又窄，机船根本开不进来。机船不进就上人，20个人下去，我不信清不出这片湾。龙哥，照这么清，清到过年都未必见底儿啊！过年也得清，6800拍下来的湾不能扔那儿长草。阿坤，去盯一下徐海生，看看他今天去了哪儿，见了谁。虎哥，盯他干什么？龙哥觉得不对，竞标输了的人不回家窝着生闷气，反倒往后山钻，这里面肯定有事。行，虎哥，我现在就去。徐海生，你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吴哥，打听清楚了，徐海生昨天下午没回东湾，去了后山，周绝户那片小海搭被他接过去了。多大水面？7亩出头。村里人说那海滩水好，底下有泉眼，一年到头都不干。20个人砍了1天芦苇，船桨全被烂泥糊死，半亩远都没清出来。我回县城见龙哥。 7亩水面，一片烂泥沓子，翻不起多大浪。龙哥，可那边是活水，大浪湾烂泥把咱们拖住了。看那片要是先起鱼，你脑子里除了泥还有没有别的？清鱼算什么本事？我问你，鱼养出来以后卖给谁？它养得再漂亮，卖不出去也是一网箱烂货。砸水面费劲，还招人说闲话。 水面不好砸，买鱼的人好砸，没人敢收。从今天开始，价钱我重新定，鲈鱼9毛出，石白12块出，饭店只认便宜货，谁便宜就吃谁的。龙哥，鲈鱼咱们收上来都要9毛1块，9毛往外卖，底下这一帮人喝什么？亏的我补，
亏出多大洞，海龙海鲜行填多大洞，填到姓许的撑不住为止。你们只负责把货铺出去，月底拿单子来跟我对账，少1分你们当面骂我梁海龙。我在县城干了8年海鲜，从1辆3轮做到3条机船，一个泥腿子想从我碗里抢饭，我倒要看看他那口泉水养出来能硬撑几天。海生兄弟，出大事了！县城活鱼价一夜被砸穿，鲈鱼9毛，黑鲷7毛，聚仙楼后门都被梁海楼的人堵住了，贴钱也要往何老板那里塞货。那咱们这批鱼呢？我敢收，可收回去就是赔。你这边1斤1块6，我拉到县城连9毛都卖不上，中间7毛多的亏，我真贴不起。孟哥，别硬扛，这批鱼先不拉，我自己去想路子。海生，不是我没义气，梁海龙一句话压下来，我下游那些饭店都得看他脸色。我明白，你先回去。哎呦，海生，这会儿怎么过来了？快进屋说。徐老板，你为什么来？我心里大概有数。何老板，我的鱼您还收吗？不是我不守信用，梁海龙天天派人堵我后厨，价钱压到地上。我要是按18块收你的石斑，他明天就断我冷库，断我运输，连别的菜路都给我卡住。我这1楼伙计还等着我发工资。何老板，你摸着良心说，我东湾出的鱼跟梁海龙压价塞来的货是一回事吗？不是一回事。你那石斑清蒸端上桌，客人1筷子就能尝出甜味儿，他那边的货我心里清楚，差远了。那您为什么还退？许老板，道理我懂，可眼下我得先把店撑住。听我一句劝，你先避避梁海东这阵风头，等我熬过去，你的鱼我何某第一个收。账怎么翻都不够，还得另找一条前路。周哥，哎，咋了？鱼养在水里是活的，可卖不进城就全程压着的钱，我得弄点周转。你上哪儿弄？去信用社贷。东湾和小海牙修的手续都在我手里，先拿他们试一把。钱主任，我也就是顺口提醒您一句，浪口村那个徐海生这2天8成要去社里碰贷款，您看材料的时候多留个心。被林家净身赶出去的倒插门，没屋没地，户口都飘着，他能拿什么押给信用社？钱一旦放出去，真砸在海里收不回，账可落不到我头上。海龙海鲜行在你们社里放着大额存款，这点分寸，钱主任总懂吧？梁老板话重了，信用社按制度走，材料不全，自然退步。这份材料过不了，小海搭是私人开光地，不是能抵押的正式产权。那东湾呢？东湾网腔属于集体海面承包，你拿的是经营权，也不能当抵押物。 2片海面都在产鱼，卖鱼的账我一本一本记着，承包费一次交清，村委章也盖了。我知道你干得不错，可贷款看制度，没有抵押就得有人给你担保。谁能给我担保？最好是有公职、正式单位的人。再不然也得有房有地，有固定资产。有公职，老周、大憨、阿梅，哪个不是靠海吃饭的人？徐海生，我今天把丑话说前头。你先别吵。我哪句说错了？鱼被人压价没人要，信用车也不给放钱，你们几个天天泡海水里，到底图什么？再这么干，家底都要赔光，不如回家补网，至少还能见着饭钱。嫂子说的在理，鱼现在难卖，钱也确实顶得紧。谁想退出，今天就可以走。前几个月工钱一分不少，我现在结清，不拦任何人。我留下。这是大憨哥那份钱，你收好，先回家。海生兄弟，钱你收回去。我婆娘嘴急，你别怪她。西边那段围网还没扎完，我先去补上。大憨，你给我回来！我回来！海生弟兄弟，贷款卡住了，后头拿啥撑？今晚我去周伯那儿找周伯，他一个孤老头能掏出几个钱？不是借钱，我答应教他认字，1天10个，不能因为我缺钱就把话落空。海生哥，这包先拿着，家里攒的360，整的零的都在里头，别嫌少。阿梅，这钱我不能收，你跟小月过日子，这是你们娘俩的保命钱。小月她爹走得早，
我一个人也熬过来了。可网箱要倒，老周、大憨还有我，谁还有活路？你撑不住，我们也跟着没饭吃。这不是借款，以后网枪有收成，算我入一份。要是亏了，就当我眼光差。光差。480，我跟家里那位磨了一宿，他开始骂我，说我把钱拿去替别人拼命。后来我跟他说，你要是这回倒了，咱家这2年跟着挣的也保不住。他不吭声了，自己把钱翻出来。周哥，你这钱别退，你要退回来，我回家怎么交代？我婆娘还等着我带准信回去呢。走，今天收早一点。海生兄弟，拿着。昨儿我婆娘骂得凶，可半夜还是从炕席底下摸出钱塞给我，让我偷偷送来。她嘴上硬，心里不坏，你别往心里去。行，这笔我记到账上，网箱赚了，马上连本带分给你们。谁稀罕你还？得算清楚，这不是借，是你们入股，信用社卡得很死，没抵押，也找不到合格担保。人家说要有公职，或者有房有地。担保我来想，村里几户可靠的我去谈，再用村委名义写说明，把你2片海面的账和合同一起附上。他们未必认，认不认也得让他们说出个道理。罗支书，我不是卡他，徐海生没有房地抵押，户口也没落稳，几户联保又都是打鱼人，真出灰账，谁能扛？王经理，我只问一句，按你们章程，这材料有没有网报的资格？章程是一回事，风险也要看。风险村委出面说明，联保户的地、房船都在册上。徐海生2片海面的承包合同合法，村委盖章，费用交清，账目明白，该有的东西一样不缺。加上我自己凑的2200，一共10200，为7亩海蛤买苗发工钱，仅归结，够赚第1圈。可鱼卖不出去，这钱也只是续命。今天靠您把路打开了，卖鱼那头我再一点点撬。摊位证带了吗？今天临时过来卖2筐，卖完就走。没证不能摆，别堵路，赶紧挪走。带来的8000块全压进苗、网、灰和工险里。现在鱼卖不跳，钱回不来，还能撑几天我心里有数。鱼出不了箱，再肥也只是水里的死账，必须再找活路。何老板，3号桌又把鱼退回来了，说腥泥未重，肉一夹就散。这礼拜第4回了，招牌迟早折在这盘鱼上。吴彪送来的货到底怎么回事？梁老板让咱多进，说价低，可这鱼真压不住台面，便宜有什么用？端出去客人不认。龙哥，8毛这个价，我连料钱都贴进去，再这么收，我那网箱只能喂烂鱼鱼碎，鱼长坏了也没办法。你怎么养我不管，按价送，量不能少。老板，今天又退了6桌，再这样后厨都不敢接鱼菜了。梁海龙这是拿便宜货砸我的门脸儿，去请海生兄弟来，现在就去。你们看这2条鱼，差别就在这儿。许老板，梁海楼那边我断了，你的鱼18块我收，但量得跟上。聚仙楼的招牌不能再被他毁。你一家硬扛，他明天还能堵你后门，断你冷库。要破他的局，得让县城饭店都明白，便宜鱼毁的是他们自己的招牌。你出面约几家退过菜的老板，我当面把鱼摆给他们看。各位老板，鱼好不好？不听我吹，听客人筷子。这肉带甜味儿，哪片海水养出来的？不催肥，不急养，每个网箱放多少位，我心里有数。慢是慢，可肉才紧。就这口感，贵3块也值。我店里的清蒸红烧都缺这种货，给我也算一家。我也要。4家饭店，一天全倒向徐海生了。龙哥，咱倒贴1个多月，已经亏了18000。冷库那批8毛收来的鱼卖不动，开始翻白，再贴下去周转就断了。城里的门一打开，价钱就有了根。先把大家垫出来的钱送回去，人心比鱼苗还要紧。海生兄弟，本钱回来就行，这红包我不能拿。这是分红，网箱是大家一起扛起来的，挣了钱就该一起分。我真的不能收。阿梅，你那360不是施舍，是入伙的钱，往后网箱有你一份，该多少你就踏实拿。妈，许叔叔的鱼什么时候能让我吃1条？下回拉网，叔给你挑条最大最欢实的。龙哥，租机船的老张又催到门口了，再不结钱，他明天就让拖船堵冷库。
3条机船1天90，限了12天1080，先得掏。冷空昨天死了130斤，今早又捞了50多斤白肚，1万2万斤货这么耗，半个月就得清空。还有28家鱼贩的补贴款2万1800，我拖了3天。他们说明天抬秤来院里对账，让整条街看笑话。账面还能动几块？能动的6300，定金和预付款都压进货里，回不来。姓许的呢？他带了8000，7亩海獭已经围网。孟老板前2天又拉走一车鱼，听说价回到1块3了。1块3，我把价砸成这样，他还能往回爬？老邱，这口气我咽不下。满仓兄弟，替龙哥跑一趟脏活，4500先拿着，把这桶废机油倒进徐海生海鸭，办成了再给3200，敢不敢？我接。婆娘的药一天也断不得，这4500在手里，像救命钱，也像烫手炭。上个月他疼得满炕打滚，是海生兄弟塞给我160，又让我去网箱干活，人家没欠过我1天工钱，我这手要是伸出去，还是人吗？海生兄弟，这钱不是我的，有人让我往你海鸭倒废机油，我想了一宿，这手我下不去，要不是你给我活干，我婆娘早断药了，我孙满仓不能反过来害你。谁找的你？海龙那边一个姓吴的。周哥，海生出什么事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新海鸭进水口，今晚先封死，再往上加3尺泥巴。出什么大事了？有人盯上这片水，要倒废机油。谁这么缺德？海龙的人，你去叫大憨，再喊2个靠得住的，连夜把口子雷上。油就是倒下来，也不能让他进海大半步。懂了，我这就去。满仓哥，你今晚能来，就是救了我这片水。这点钱先拿回去，顾家里病人要紧。海生兄弟，我哪还有脸拿你的？别想那么多，回去睡一觉，明天照常来干活。谁都有难的时候，别把自己往死路上逼。你真断定他会亲自来？4500没咋想，他就会觉得孙满仓在等机会，可他仗着撑不住，等不了太久。要动手，只能走后山土路，那路窄，车进来容易，掉头难。我让派出所在村口守着，不用守村口，在海滩东侧等，那边离旧围区近，水浅，下游最顺手。都3天了，徐海生那边连点水花都没起，兴许孙满才还没找到下手机会。冷库在死鱼，鱼贩子在堵门，我没工夫陪他耗，拿油桶我自己去。龙哥，还有多远？快到了，账上一天比一天空，冷库天天翻白，外头催账的人堵着门，再拖，海龙这块牌子就塌了。那得赶紧，天亮前必须撤。闭嘴，走你的。梁海龙，你涉嫌指使实施破坏生产和污染养殖水域，现在依法对你采取刑事拘留成分。梁海龙，你涉嫌指使孙满仓向徐海生的小海叉投放废机油，并在孙满仓未动手后，亲自携带废机油到现场实施破坏。现场油桶、人证、钱款来源都已核实。另外，海龙海鲜行涉嫌恶意压价、拖欠鱼贩补贴和养殖户货款，相关经济问题也会继续调查。你还有什么要补充？警察同志，我都说是梁海龙指使我的，钱是在他办公室给的，那桶废机油是城南修钢厂弄来的。梁海龙被带走了，账不能也跟着沉海里吧？上个月补贴没结，老库还压着我的鱼，谁出来给个说法？别堵门了，账面已经空了。空了？海龙这摊子转不动了，货压着卖不掉，大家先散，等公安清完账，该谁的欠款都会有个去处。海生兄弟，城里风向变了，梁海龙一倒，3大菜场全找过来，要你这边的鱼1块6一斤，现钱结。1块66能走，就走现钱。你这鲈鱼本来就值这个价，梁海龙把水搅浑的时候，大家没得挑，现在他塌了，缺好货的人都往你这边看，开网吧！看这红腮，看这背肉，够结实。菜场那帮人抢的就是这口鲜。徐海生又出鱼了，梁海楼那么大一号人都没压住他，压不住是他自己作死。大油、偷鱼、欠账，哪样不是缺德事儿？鲈鱼1200斤，黑椒600斤，按1块6算，2880，零头不抹了。今天现钱现账。2880，
分毫不差。我的娘哎，跑10年海也未必见过这么厚一沓线槽。那破网箱不是没人肯碰的烂地方吗？得看谁养。你瞧那水清的透底，鱼能差到哪儿去？别光看热闹，眼馋就下水，跟着海生兄弟干，这个月奖金又能落袋了。现在城里认的是浪口鱼这块牌子，有多少都有人接。海生兄弟，喝一口，今天2880，听着都痛快。周哥，鱼是养出来了，可只靠咱几个人，浪口这点水翻不起大浪。2880还不够你高兴？不是钱少，东湾加周伯那片小海鸭撑破天，1年万把斤。可城里饭店、菜场张口就是一车一车要。孟老板今天也说了，他们胃口比咱的网箱大。你还想往外扩？周哥，梁海龙倒了，不代表以后没人再卡咱的脖子。我一家干，就是孤零零一条船。可要是全村都能养出好鱼，浪口的鱼成了气候，那就是一支船队，谁还敢随便掀？你是想把全村都拉上船？歇吧，明天我去找罗支书，把这话摊开说。稀罕啊！今天没泡在海边。罗叔，我想把浪口村的咸水口都用起来，大家一块养海鱼。你刚挣出名堂，不先关起门来多挣几年？只靠我一家，再宽的销路也装不下多少货。罗叔，你看，第一批920，第二批2048，昨天2880，数是越滚越大。可网箱就这么些，鱼到量就顶住了。浪口不缺潮水，不缺水口，也不缺肯出力的人。我的法子要是只捂在自己手里，最多负我一家；要是大家拧到一块儿，整个村都能有活路。梁海龙进去了，可往后难保没有第二个梁海龙。一个徐海生好拿捏，一个浪口村就没那么好压。清王引潮、苦念皮消毒、引口贝净水，这些门道你真肯教？不肯教，我就不会坐在这儿。罗叔，您把人召齐，我当着大家的面说清楚。好，今晚祠堂开会，我来敲锣。乡亲们，我徐海生当初被林家赶出来，连件像样雨衣都没有，这事儿大家都看见过。现在东湾和小海棠一年能出1万叉金鱼，昨天一网卖了2880，账本账单都在村委。今晚我不是来露脸的，是想问一句，浪口村这么多水洼，大家愿不愿意跟我一起把鱼养起来？要怎么跟着干？我家那块小水洼能不能改造？能改造的我上门查看，能养殖的风险我来扛，清塘技巧我来教，鱼苗渠道我帮忙找，销路我外出对接。你们出力养鱼，出了鱼我按保底价收。要是我教错了、带砸了，赔账算我徐海生的。海生，你把手艺说开了，不怕我们抢你的饭碗？万一我那网箱鱼苗翻了白，你真能赔？饭碗不是藏出来，是做大出来。你们的鱼最后还得走我这条销路，浪口货越多，我跟城里谈价越有底气。至于死鱼，我下水陪你们清香，从水深水色到下苗，一步一步教。真是我带错了，来找我。今晚话就到这儿，想干的明天去网箱边找海生登记，心里没底的也没人逼。人心这张网撒下去了，明天能收多少，就看浪口村敢不敢信这一回。周哥，怎么还守在这儿？海生兄弟，我家北边那片小水口，潮沟能引过去，我先抱一个。嫂子点头了。点啥头？我还没敢说。可你刚带我挣了奖金，这时候我要躲后边，往后哪还有脸跟你下水？海生兄弟，把我也记上。屋后那个水洼子我量过，往深里挖挖应该能成。我家半亩小水口也想跟着试一把。林凤霞，今天又唱哪一出？看到没有，海舟跟一直摆，底下就有活水顶着。海生，海生，以前是我眼瞎心窄，被大勇一拱火就做糊涂事儿。你现在有出息了，给我们林家留条活路吧。姐夫，不，海生哥，我有力气，也不怕脏。村里都跟着你养鱼，你让我也搭把手成不？以前那些事儿是我混账。东西带回去，要干活可以登记，规矩和别人一样，怎么清香，怎么下苗，钱怎么分，都按册子来。但你林大勇倒脏油，找人偷鱼，半夜给我使绊子，这些不是一句混账就能抹掉的。海生，大勇拘也拘了，罚也罚了，还赔了你1600，你还想咋样？那是公家罚他的，赔的是死鱼钱。可我守了多少夜，误了多少工，网箱差点被毁，这笔账谁来认？你欠下的账不用嘴还，用4个月苦活来还。从明天起到网箱干活不开工钱，干满4个月，旧账清了，
中途耍滑，往后接着算。能受就来，受不了就回去。回去，礼我不收，拿走。海生兄弟，你真敢把林大勇放进来？那人心眼绕得很，万一又下黑手呢？让他在我眼皮底下白干4个月，别让他躲在暗处抢。他要再伸手，我新账旧账一块儿清。这招狠，既让他补账，又把人拴在明处。行了，干活。满仓哥，你接着看，海草根摆得越急，底下活水越旺。黑了心的，4个月不给钱，他这是拿大勇当牛使。妈，先忍一忍吧。村里都往海生那边靠，咱再站外头，以后更没路。没路？咱林家以前还缺过路吗？以后不能只靠我一个人跑。今天你俩把流程学透，别家的水口也得有人会看会教。海生兄弟，这是要让我俩也当老师傅，先别飘，第一步侧身，竹竿直插到底。这块水口要改网腔，至少得挖到1.5米，浅了压不住大鱼。老周，挖出来的泥别乱扔，沿边堆梗，边堆边拍实。涨潮一冲就垮的梗等于白干。明白，梗子要硬，水才留得住。闻着什么味儿？一股烂臭，这也能养鱼？所以先清泥。我那破网箱以前更臭，是银口贝和暗潮眼一点点养回来的。葛老爷子信里提过，苦凉皮能压虫，泡出的水洒进网箱，能防烂鳃和寄生虫，花钱少，还比乱下药稳当。海生兄弟，这些门道都是你摸出来的？葛老爷子给我指了路，剩下的是我泡在水里一点点试的，一点点试的，不是祖传秘方，也不是神仙手段。记住一句：活水进得来，脏泥出得去，鱼就有一半活路。贝壳灰先化透，再兑苦面皮水，别一坨一坨往下扔，拖完晒3天，让脏气散出去，3天后再回水下苗。海生兄弟，你这么教1天，比自己下水还费嗓子。费嗓子也值。今天带出3个会看的，30来户网箱就能少跑一半。我一个人。海生哥，我到了。今天缺人不？去孙满仓家那片水口，西南角还没挖顺。哎，他还真肯白干。4个月，1天不少。你们照常盯着。海生兄弟，我这第一箱货，城里真认。明天孟老板到，你看他怎么开价。开价。老周，先起一网看看。不错，头一回就有这身板，说明水养顺了。孟哥，你给句准话，能不能收？收，1块6一斤，比市面高1毛，现结。1块6，真给这么高？鲈鱼380斤，黑鲷220，合计600斤，960块。海生兄弟，960，我家也见着大钱了。海生兄弟，前头我说话难听，你别记我的仇。嫂子，钱拿稳，鱼还得接着养，日子还在后头。海生兄弟，我婆娘从炕席底下抠出来的钱，今天连本带分都回来了。她嘴上不说，心里可服你了。海生兄弟，那回我要是一念歪了，就把你这片水毁了。水毁了。你最后站到这边就够了。把网箱养稳，比反复认错强。海生兄弟，现在城里一听浪口鱼，眼睛都亮。你要真能带10家8家一块供货，我这拖拉机怕是装不下了。海生这回是真站起来了。我亲眼瞧见城里老板排队等鱼，谁以前敢想？海森，我家那1亩半水口还有没有机会改？潮沟能通进去吗？能通，挨着南边那条沟沟。当初我胆小没报，现在想补上。明天去找老周，先学侧身，合格了再动工。记好了，活水进来，脏泥出去，鱼才肯长。海生哥，我这2个月白干，能不能也记个份子？你那不是份子，是环岛游偷鱼的旧账。偷鱼的旧账。那4个月干完以后，我能不能按规矩养？我家后院那块水口账清了，再跟别人一样登记。能不能养，看水。不看脸，哎，我听规矩。海生兄弟，林大勇以前见谁都想占便宜，如今干活倒像换了个人。人见了现钱就知道潮往哪边涨。大汉那波今天该破贝壳钉了，你去搭把手。好嘞，我这就去。海生，过来一下。
县里领导到咱浪口了。海生，这位是县渔业局顾局长，这位是梁镇长，专门来看你的网枪。小许同志，多大年纪？38就把一片废网枪盘活，不简单。罗支书说，你这2片海面1年能出1万斤活鱼，加上周伯那个湾兵的7亩，差不多能到。这水色清的少见。小陈，你学海水养殖的，看看门道。盐味正，腥稠少，水体很稳，比县养殖场那几口还漂亮。石斑，还是野生品色，这批真是往常里养出来的。是，密度多少？水温怎么控？饵料怎么配？靠暗潮眼换水，银口贝稳水，苦木皮防虫，再用活饵慢慢催标。小许同志，这套办法谁教你的？省城葛老爷子点拨过，我自己又在水里试了不少回。葛清河，做海鲜药膳那个葛老爷子。就是他。顾局长，海生不光自己养，这2个月带着30来户一起干，清乡下苗找销路，都是他手把手教，没收过1分钱。那更要看看。带路。嘿呦！那位也是跟着学养鱼的？以前是村里最能折腾的人，现在也被海生收进水里学本事了。小许同志，我规句实在话，你自己闷头干几年就能攒下家底，为什么要把办法交给全村？顾局长，我一个人是孤船，遇上压架堵路只能硬扛，全村的鱼一起进城才是一支船队。再说，城里的销路不是越分越少，是货越稳，牌子越响，路越宽，乡亲们有饭吃，我这条路才走得长。小许同志，你给全县渔民打了个样。咱们守着海湾还穷，不是缺水，是缺懂技术、敢带头的人。浪口村这个办法，我看能推。顾局长，要不要先按试点报上去？就这么办。回去拟文件，把浪口村列为全县特色海水网箱长殖示范点，鱼苗、技术、销路，县里统筹支持。那海生这边是不是也该有个说法？带头人要服，也要给补贴。小许同志，以后别村来学，你得抽空讲课，县里按次给报酬。我就是个下海摸鱼的，哪会讲课？课讲的好不好看嘴，技术行不行看鱼。你这鱼已经替你讲了。局长都握他的手了，海生这下真给浪口长脸了。海生兄弟，县里局长都到网墙边看鱼了，你这回是真出名了。周哥，示范点一立，来学的人会越来越多。30来户网枪，光靠咱仨跑，迟早跑断腿。那怎么分？挑几个手稳、人实在的，先带成小师傅。你算一个，明天起你管5户，从挖水口到下苗全程盯。我能镇得住？我天天念那句，你记住没有？活水进得来，脏泥出得去。记住这个，手就不会乱。哟，今天不是来翻旧账的吧？找我有事儿？爸，你拿着。我不逼你认我，就是想让你过年手里宽一点。这声爸，我收下，钱你拿去买新华课典。你那几个字写得像小鱼乱窜。明天放学来网箱边，我教你看水色认鱼苗，书要念，靠海吃饭的本事也得懂。那我以后也能跟你养鱼。先把字练端正，回去跟你妈说，心意我领了，这8块算压岁钱，好好读书。爸，明天一下课我就往这跑。海生兄弟，这是连下一辈都要带上啦。走吧，周哥，去看看周伯那片小海叉，赶在年前把水养稳，让浪口村家家锅里都有鱼香。